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时，男友的嫂子不小心打翻了饭菜，未来婆婆直接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端个菜你都能拿不稳，你有什么用？男友的大哥也在一旁帮腔，这臭姑娘就是故意的，吃个饭都吃不消停。闻言，我一脸震惊的看向男朋友，男朋友急忙跟我解释，宝贝，你放心，你嫁过来后，咱们肯定不会这样对你的。好家伙，你们家还区别对待北，这话谁爱信谁信吧，我可先跑了。和男友相恋5年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去他家。开门的是男朋友妈妈，她开心的引我进门，眼睛却一直飘向我身后的礼物。小云啊，人来了就行了，还带那么多东西，你看看这。第一次来，应该的阿姨。听我这么说，周母也不再推卸，她朝屋里大喊一声，小浩帮忙拿下东西。周十一在一旁补充，我哥周浩。我被周家人簇拥着坐在沙发上，茶几上摆满的挂过点心。周母给我端来一杯富民毛尖。小云啊，第一次来我们家，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，你将就将就啊。我连忙摆手，没有阿姨，这已经挺好了。说完这句，周母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，开始对我嘘寒问暖。小云啊，你们年纪也到了，有我说，这个婚最好今年就结了，说不定明年就能生个大胖小子。小云啊，你们结婚后，你就该吃吃带喝喝，赚钱的事都交给十亿，他保证疼媳妇。小云啊，等你们生了娃妈，就去帮你们带，你这么好的基因，一定要多生2个大胖小子。周十一跟我说过，他爸死得早，兄弟2个从小就是妈妈一手拉着打的，他妈一辈子没读过书，说话有时候也口无遮拦的，让我多体谅一下。我当然是应该体谅的，但中午现在一句接一句，都是在替我的未来做打算。然后是平时脾气再好的我，嘴角的笑也越来越僵硬，脸颊也开始抽搐起来。察觉到我的不适，周十一连忙岔开话题，妈，小云今天给你们都带了礼物，咱们来看看吧。周母不情不愿地闭了嘴，但看到那些昂贵的 logo 和包装精美的礼盒后，脸上的不耐迅速褪去。我接过周十一的话茬，开始为周家人介绍礼品。这款按摩仪是今年新出的款，阿姨您平时睡前可以使用一下，有助于缓解疲劳，延年益寿。周母的嘴都快流到耳根子了，这就是电视上说的那什么啊？对，高科技。这款手表是给大哥的。周浩小心翼翼地接过手表，眼睛都快长手表上。我这辈子没戴过这么贵的手表。这款学习平板是给小婷的，希望她好好学习，出人头地。周母不情不愿地把小婷喊了出来，指着平板厉声说道，这是你婶婶给你买的，以后长大了要孝敬你叔叔婶婶，听到没？小婷连连点头，眨着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感激地对我说声谢谢。礼物里面还剩一盒护肤品，周母正准备收起来，我连忙叫住她，嫂子在吗？这是我送给嫂子的见面礼。周母板着脸，别了别嘴，指着厨房里面说道，在那呢。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，身材瘦小，浑身黝黑，眼角已爬满了细纹。周母还在一旁嘟囔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给她也是浪费了。女人笑着向我介绍，弟妹你好，我是11的大嫂张燕。我将礼物递过去，大嫂你好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，希望你喜欢。张燕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好几下，才接过礼物，谢谢妹子，就是我这皮肤，用了你这敷皮，也是糟蹋了。她哽咽着开口，我能。我耐心地跟张燕解释，不会的嫂子，你从现在开始护肤，坚持半年，皮肤就会改善的，相信我。张燕钻捡了护肤品的袋子，用力点个点头。到了午饭时间，饭菜陆陆续续的被端了上来，张燕忙活了2个小时，总共做了10个菜。最后一道菜是锅鱼汤，汤色乳白，鱼肉细致软嫩，汤上面飘着几片翠绿的蔬菜叶子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香味。在离餐桌2步远的时候，张燕脚下一个打滑摔倒在地，浴汤从盆中倾泻而出，直冲我这个方向扑来。周十一飞速转身，护着我的身体，滚烫的鱼汤落在周十一身上，我只听见他们哼一声。我刚准备去检查周十一的伤势，一道清脆的响声先进入我的耳朵，连碗汤都端不稳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十一媳妇第一次上门，你就整着出，我看你是存心不让我们周家好过。周家大哥冲上前来，没有服装咽起来，反而又补了几脚，边踢嘴里还边叫骂，臭娘们，这是存心给咱们家丢脸是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周十一的伤势，我一开始就把他当成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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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浩也迅速反应过来，对张燕培笑道，老婆，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该动手的。不过你看人家小云第一次来你就这么不给面子，是不是也不太对呀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地上收拾一下上桌吃饭。张燕哭着收拾完了一地狼藉，饭桌上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沉默。席间周五几次开口跟我搭话，我都只言片语互动过去了，大家心思各异的。吃完了这顿饭，有些东西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了。出了周家的门，我迅速收了假笑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周十一急忙追了上来，挡住我的去路。云燕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冷笑一声，质问道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能说出个什么话来。你妈不是淳朴的劳动妇女吗？怎么一进门就开始问些不该问的？我爸妈都管不了我以后生几个，你妈倒是今天就提上要求了。你哥不是勤劳本分的老实人吗？你倒是提前告诉我呀，是那种会打老婆还重男轻女的老实人。周十一被我说的涨红的脸，羞愧的低下的头，他小声的辩驳道，云云，今天是个意外，你放心，你嫁过来了，
咱妈肯定不会这样对你，她肯定对你比亲女儿还亲。这话说的有意思，对张燕就可以随意打骂。对我就是亲女儿，为什么呢？合着就因为张燕是农村媳妇，我是城里媳妇，这套双标玩的溜啊！况且在这么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被当做亲女儿对待，是个很值得荣幸的事吗？见周十一到现在还意识不到错在哪，或者说是意识到了却不想承认，我此刻也不想和他多说。周十一，我觉得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先把你脑子里的水倒干净吧。说完我快步离开，我气的并不是周十一的原生家庭不合我意，而是他居然隐瞒我。我和周十一大学相识，他长相帅气，谈吐优雅，就连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，每年都会申请助学金，而我作为负责这件事的班长，一来二去也就和周十一混熟了。我学习吃力，周十一就带着我去图书馆1对1指导。我早上第一节课总是踩点到，周十一就买好早餐，在最后一排提前帮我占座。学校的菜鸟一站离我的宿舍路程有20分钟，每次我网购一大堆东西，都是周十一帮我搬回来的。班上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对，但我们却没确定关系。过了半年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那天在图书馆学习完，周十一送我回宿舍，他走前，我扯住他的袖子，生气的开口：周十一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有些话你今天不说，我们以后就再也别见面了。还没等我骂完，周十一上前一步抱住了我。那天我们确定了关系，直到现在，如果周十一早早的告诉我他家里的情况，我并不是一个害怕麻烦的人，我可以和他一起面对。所以这次是最后一个机会了。过了2天，周十一开始给我发信息：云云，结婚后我的工资全交给你，我现在的钱刚好可以付个首付，房子写你的名字，等我们结婚后就搬出去住。结婚后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，儿子女儿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会一视同仁，你不想生也没事，我明天就可以去挤扎。我跟我哥说了，叫他好点对嫂子，他要是在家暴，我们就不跟他往来了。我妈以后要是提一些无理的要求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云云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最后还是答应了周十一，我相信说你最近他对我的那一份心是真的。最近我们开始看房子，计划着买房后就结婚，只要这段时间周家人不出什么幺蛾子，11也去我家见了爸妈。席家我爸问了周十一很多问题，他都从容的回答。我爸的眼神从刚开始的质疑渐渐变成了满意，最后出家门时他还拉着周十一说了几句心里话。十一啊，你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，把云交给你，我跟你阿姨都放心。关于周十一家里的事，我实在怕爸妈知道了担心，便掐头去尾的说了。昨天我在公司上班，同事小丽用剪刀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手，我急急忙忙带她去了医院，好在只是皮外伤，医生一番处理包扎就完事了。扶着小丽出医院的时候，我背骨力量撞得往后只退了好几步，我转过头去准备理论，那个撞人的身影已经走出了好几米远，但我还是认出来了，这个身形，这个背影，还有那件熟悉的衣服，不是张燕又是谁？张燕不可能没认出我，她这样撞我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难道她把上次那件事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和张燕解释解释，毕竟以后是要做走离的。我转身和小丽说，小丽今天你就不用去上班了，直接放假休息吧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妈前2天做的提前报告还没拿，回去我就不送你了，你自己打车吧，公司的报销。小丽答应的很迅速，我小跑几步追上去，还好张燕在等电梯，人并没有走远。张燕嫂子，我轻声开口。张燕转头实际瞪了我一眼，我被吓了一大跳，并不是因为张燕的眼神，而是张燕整张脸上没一块好地方，用鼻青脸肿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嫂子，你这是？我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几分。张燕又瞪了我一眼，没有回答我的话，转身向电梯口走去，我急忙追上去拉住她。嫂子，你是不是又被11他哥打了？张燕冷漠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我以为张燕敌视我是因为埋怨我的到来，让她挨打。嫂子，那天发生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周浩打人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，你如果想离婚，我可以让11帮忙。张燕冷笑道，不愧是读过大学的高材生啊，看见火坑啊也非要往里跳，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就能扑灭火焰，殊不知这火牙除非把根不灭了，不然是烧不尽的。就算我再迟钝，也能听出张燕话里有话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啊，一碗鱼汤都没能让你看清周家人的嘴脸，可见读过大学的女人智商也不高啊。我迅速反应过来，你是故意的，看来还没完全傻。你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看你对我还不错，就好心提醒你一番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我辩驳倒是一答应我了，以后结婚了，家里我做主，他不会逼迫我做任何事。张燕只是苦笑着说，那天你送我的护肤品，你一走就被我婆婆没收了，你看人就是这样，人前一副模样，然后又是另一副模样。我猜你肯定没把那天的事告诉你爸妈吧？我沉默不语，默认了这件事。如果你爸妈知道了，你们的婚事不会进展的这么顺利。你不了解周家2个兄弟，周浩再婚也不敢说他妈一句，他们爹病死以后，你敢保证他老娘一闹他不会偏心？妹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周11他哥和他妈就等着吃你这门绝户。你嫁进来后，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周11两边夹着做人，但你能保证时间一长，他不会像是他哥哥和母亲吗？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吧，我脸上这伤就是你们吵架那几天周浩打的，他太怕吃不上你这门绝户了。最近你们和好了，才叫我来医院看伤。小叔子看着是个斯文人，这些年也没拦过他哥一次，不过是现在你才做做样子吧。我知道心里有些东西在慢慢碎掉。我问张燕，既然周家一家人这样虐待他，为什么不离婚？他羞愧的低下了头。我离婚了，小婷怎么办？我娘家那边不会让我回家的，我也没有工作。不止张燕这样想，很多婚姻里面忍气吞声的女人都是这样想的。
他们为了孩子将就，缺少抗争的勇气，婆家就是利用这一点，永远的拿捏住了他们。张燕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她宁可自己被打了，也要让我看清周家人的嘴脸。我决定去做这个可怜女人的勇气。我扶住张燕的肩膀，一字一句的开口离婚，来我家工作吧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心神不宁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妈妈的电话，我赶快理了理情去接了起来。云云啊，今晚有时间没？回家吃饭吧，妈妈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和莲藕排骨汤。哦，差点忘记了，你是去接十一了吧？你们一起回来吃饭吧，咱们聊聊婚礼的事情。好的妈妈，我1小时后就到家。挂完电话后，我泪流不止。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是要什么有什么。我知道爸妈一直想让我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但最后还是妥协了，因为他们不想背背女儿的意愿，他们为我操劳了半辈子，到了该享福的年纪，还得去应付周家那些虎视眈眈的人，是我考虑不周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父母，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，即使是潜在的伤害，我也要掐掉这些可能。将车开到周11公司楼下，我已然下定了决心。看了看手表，还有10分钟周11就下班了。我盯着公司大门，开始斟酌等会的话语，却看见不远处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晃动。定睛一看，不是周母又是谁？见我发现了，周母扭扭捏捏的走上前来，是云云啊，我刚刚上去看看10亿，好巧啊，就在这里遇到你了。说谎都不带打草稿的，我开始知道，我今天来接周11下班，特意来蹲我的吧。阿姨，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周母还在支持我，没事啊，我就是看一下10亿，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您打个车回去吧。这下周母急了，不是，那个，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啊？终于肯开口了，正常运行中，就是你知道啊，11他哥上次辞职后，一直在家待着照顾小婷，最近打算找份工作，我这一合计，他去哪不是工作，还不如去你们公司，都是一家人，这多好办事。张燕早就告诉我了，周好之前在一个快递公司上班，因为通纳客户贵重物品被辞职了，档案上被记了这么一笔，现在找工作四处碰到。他妈也是好意思，想叫我们公司接盘这个钱在犯罪分子。我淡淡开口，那你觉得他去哪个岗位合适？周母以为我松口了，两手一摆，理所当然的开口，亲家公不是董事长吗？周浩也算是他侄子了，给侄子安排个什么经理，当当是可以的吧？笑死我了，以后是不是还要我爸给他侄子分财产啊？我敷衍过去，等会11回家跟你们说吧。周母以为我同意了，挎着他的小包，兴高采烈的打车走了。周11没一会就从公司里出来了，他熟练的打开副驾驶的门，老婆是不是等很久了？刚刚开会拖了一会时间，不好意思。说完他的嘴和往常一样，凑了上来亲我，我一把推开了他，他这才注意到我冷淡的表情，老婆这是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接着他又尝上来抱住我，消气老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盒子，是我特别喜欢的珠宝品牌，这枚戒指估计得花他2个月工资，老婆我好像还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，这枚戒指是我找人定制的，你一定会喜欢，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说的不愿意，对的，这枚戒指，人还是说出来那句无情的话，我不愿意。他周11没听清，我又加重声音说了一句，我不愿意。他拿着戒指的手开始顺抖，整个人像一直泄了气的气球，我就知道，一旦你看到了真实的我，你就会离开我。我多么希望我们一直在谈恋爱，这样就没有那么多事了。我顺着他的话说下去，是的，周11，我们门不当户，不对的在一起就是个错误，不如好聚好散。他猩红的双眼紧盯着我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招惹我？你记住这篇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说完头也不回的向前走去，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变小，到最后消失在我的视野。此时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恋爱可以只谈爱情，但婚姻不可以。回到家后，爸妈看到只有我一个人，担心的开口，云云啊，怎么一个人？不是说和11一起回来吗？我扑进妈妈的怀里，颤抖着声音说，我们分手了。见我这样伤心，爸妈也没有多问，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。自从答应帮张燕离婚后，我们便快速开始了行动。先是张燕回家找到周浩，为婉弟提到了离婚这2个字，结果换来了周浩的一顿毒打。周浩边扇他巴掌边慢慢咧咧，你还敢跟老子提离婚？老子打不死你，吃老子的用老子的，儿子没给老子生一个，你还敢提离婚？老子看你是活腻了。周浩发起狠来下手，毫不留情。张燕哭着认错，老公，我说这完的，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？最后还是周浩的朋友喊他打牌，他才停手，走之前还不忘放狠话，下次再敢想这些不该想的，我连你女儿一起打。周浩走后，张燕迅速起身检查床边藏着的微型摄像头，还好都录上了。趁着周浩打牌，周母出去买菜，张燕快速收拾好和小婷的行李，然后打车去学校把小婷接上，搬进了我帮他找的房子里。咖啡馆里，张燕把周浩家暴的证据交给陈律师，陈律师是我爸的朋友，打离婚官司的一把好手，我特意请他，就是为了帮助张燕争取小婷的抚养权。当务之急就是张燕的工作，我把她安排在了公司前台。张燕虽然没读过书，但是嘴巴甜会讲话，没过多久就适应了这个岗位。离婚的案子也在顺利进行中，但终究纸包不住火。张燕在我家公司工作的消息，还是被周家人知道了。这天上午，周浩和周母直冲公司前台找人，此时张燕正在给客户指路，认出张燕后，周浩直接一把上前，将男客户推倒在地，然后一手扯住张燕头发，另一只手在他脸上连扇几个巴掌。这么多天不回家，原来是来外面找眼男人了。周母直接身在一软，躺倒在大厅中央，大哭大叫起。哎呀，花20万彩礼娶回来的媳妇，说跑就跑啊，还有没有天理，有没有王法呀？就为了这么个眼男人，抛夫妻子啊，我老婆子命苦啊。
好吃好喝养着他，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跑了，添加彩礼和出轨的罪名，直接压在张燕身上，让他怎么解释，也抵抗不了周围人一样的眼。眼见着周浩就要将张燕拖回去，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阻拦，我就是这时来的。周母看到我后，像是看到了帮手，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扯住我，小云，是不是张燕忽悠你了？必须马上辞退她，居然敢在外面找男人，当我周家人是好欺负的吗？我没回应周母，只是让助理叫来保安。周母认为有人给她撑腰，底气更足了，对着周围围观的人得意的开口，我儿媳妇是这里的老板知道吗？周母说完还得意的看着我，小云啊，我一天我就帮你给他们上课。然后他和周浩就一起被保安拖出去了，他俩一脸震惊，你们是不是拖错人了？我是这里的经理呀，我儿媳妇是这里老板，我是老板他妈，再拖我就把你们都开了。哟，这就装上了，我决定让他们死个明白。不好意思阿姨，我和你儿子已经分手了，想必是他还没告诉你，不相信的话您自己回去问他，我现在和你们家没有一点关系，张燕是我们公司正规渠道录用的员工，而且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现在在打离婚官司吧？见我像这张燕，周家母子再也绷不住了，两人破口大骂，和张燕一路货色，我看你也是外面有男人才把我递出来了吧？我这苦命的老婆子，两个媳妇都是水性杨花的主，还让不让我活呀？没等他们多骂几句，就被保安丢了出去。我看着周围看热闹的人，陪笑道让大家见笑了。凡是今天在场的客户，我们季家今年之内的产品都让了一个点。至于看热闹的员工，独志在先，就按公司规定扣工资吧。闹剧结束，有的人喜笑颜开，有的人灰溜溜逃跑。周浩来这一闹，我直接叫人调取了监控，起诉他寻衅滋事和故意伤人。有这次的推波助澜，张燕的婚礼的很快，并且顺利拿到了小婷的抚养权。看张燕工作表现不错，我将她调到了销售岗，没想到她这方面能力十分卓越，刚上手业绩就超过了很多老员工，这下她自己一个人也能养家糊口了，我很欣慰。但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我当时在家里面，更有甚者还露出的厌恶的眼神，我十分不解，找来秘书问原因。经理，您自己看看热搜吧。我打开微博热搜，最显眼就是那条上市公司老板公然瞧不起农村人，后面还紧跟着一个豹子。点进热搜的第一条是一个营销号发的视频，里面中午这种声泪俱下的控诉我的恶行。他开始就知道我儿子家里穷，但还是要追我儿子，我儿子被他感动答应了，谈了几年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我们家彩礼戒指首饰都准备好了，领导婚礼了，他突然就反悔不嫁了。我去他们公司讨要说法，他说他看不上我们，觉得我们配不上他，他只是玩我儿子而已。你说他一开始也不说清楚，领导投了才说瞧不起我们，这不是当我儿子吗？不仅如此，他还穿着我大儿媳离了婚，说要给他介绍条件好的，这不是要我家破人亡吗？老婆子，我现在真想死了算了，他害得我们周家好苦。经过中午这番颠倒黑白，底下的评论可想而知有多么恶臭。这女的主动追别人，到最后又悔婚，真是又当又立呀。接这家公司倒闭，你不买，我不买，季家马上就倒闭。我是季家公司员工，我可以作证，季家女老板平时就看不起穷人，偶尔有几条质疑中午故事真实性的，也被那些正义使者们压下去了。经理，我们要不要报警？不急，这是能闹这么大，单靠周家的力量是不行的，是谁在浑水摸鱼，那就先让子弹飞一会吧。这件事又发酵了3天，期间又有好几个热搜，有质疑我学术造假的，质疑公司产品偷工减料的，还有举报公司偷税漏税的。爸妈和许多要好的朋友纷纷打来了电话，我知道他们是想为我提供帮助，我都一一拒绝了，是时候独立面对这些事情了。我搜集了带节奏最活跃的那几个营销号的信息，还有一系列造谣诽谤的发言，提交给了司法机关，在官方号上发布声明，我与周11和平分手，全因为他的哥哥家暴，母亲助纣为虐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我无法生活。其实农村人一事纯属谣言，同时晒出了周浩的家暴证据，周浩和周母来公司闹事的证据，以及我的高考分数，很多谣言不攻自破。公司声明一出，内罢的声音少了很多，但那几个营销号依旧造谣。我让律师加快了高黑的速度，在得知或将面临巨额赔偿和牢狱之灾后，他们很快协伙，并公布了幕后主使是对家的几个公司。在我意料之中，那几个自称是我司员工的，就是之前看热闹被我罚钱的，怀恨在心，于是在网上颠倒黑白，我让人事部直接开了他们。由于造谣在先，他们甚至拿不到一份补偿款，带头的营销号公开道歉。此时大部分舆论已经逆转，只是还有少数人在质疑我们公司。我再次官方晒出产品质检证明，并邀请税务局查税，此时舆论彻底翻盘。周母匪办案开庭那天，周11也来了现场，此刻的他眼睛乌黑，下巴胡茬也没剃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居然伸出了白，他一直盯着我看，像是要把我看出个窟窿。最终我没有同意和解，周母和周浩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，我如愿离开了法庭。在门口，周11叫住了我，你就是这样让我后悔的吗？对不起云云，我没有回头，如果你真心觉得对不起我，那么请消失在我的生活中吧。后来我接手父亲公司，将业务扩展到海外，公司市值翻了好几倍，张燕作为我的得力助手，也早已实现财富自由，而周11他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全文完。